它就多出一个卡片，这个酷炫的呢 Zigbee 地图就出来了。而且呢，它还是可以拖拽的，非常有意思，还比较有弹性的样子。大家好，这里是 IT Commander。我前面的视频给大家介绍了如何接入小米按钮和小米门磁到我们的自制的 Zigbee 网关，实现了一个免小米网关的廉价接入 Zigbee 设备的方案。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来介绍一下视频开头的那个酷炫的 Zigbee Map 是如何添加到你的 Home Assistant 里的。这个 Zigbee 地图呢，可以给大家呈现出一个非常直观的 Zigbee 的网络逻辑图，里面还包含了终端连接的信号强度。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 Zigbee 里面的3个角色。一个角色呢是协调器，协调器呢就是我们的红色的这个圈。红色的这个圈就是我们的 CC2531， 代表我们 CC2531 配合 Zigbee to MQTT 实现了接入 Home Assistant。 这个视频教程呢，大家可以从我的前面的视频找到，包括了2种不需要 CC Debugger 刷写 CC2531 芯片的教程，而且呢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对小白非常的友好。然后另一个颜色呢是路由器的颜色，应该是蓝色，但是我家里边呢没有这个路由器，所以呢 Zigbee 的路由会显示是蓝色的圈，它的作用是起到这个扩大无线的范围，目前我还没有用到。如果你的网络里边已经有了路由器呢，它会自动的在这张网络逻辑图里边给你呈现出来，它会以一个蓝色的圈呈现出来。这种设备呢，一般是小米插座 Zigbee 版本那样的设备，也就是说24小时可以通电，一直通电的设备才可以称之为路由器。因为它需要放大信号，所以呢它的功率会稍微大一些，一般都是依附在这种 Zigbee 插座啊 Zigbee 的烟感啊，可以长期的通电的这种设备。它的原理呢就有点类似这个信号桥接器。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绿色的圈，绿色的圈呢就代表终端设备。终端设备呢可以直接连接到协调器或者路由器上都是可以的。如果我有路由器的话，比如说小米按钮离路由器近，它这个箭头就会连到路由器，路由器再去连到协调器这个 CC2531 上。今天呢我们还是用这个 HACS 来安装这个酷炫的 Zigbee 网络地图。如果大家呢还不知道怎么安装这个 HACS 的话，可以去翻翻我前面的教程，先把这个 HACS 安装起来。首先呢 HACS 的 Front End 选项，我们找到 Front End 选项搜索，我们先把这些没有用的清理掉，我们点这个 Dismiss All， 这样的话 Dismiss All 就你安装过的东西就都出来了，包括可以升级的。然后呢我们看我这块呢已经装好了，所以呢我不再次给大家安装，我们只需要呢点在这个位置搜索这个名字 Zigbee to MQTT， 这样呢这个结果就能出来。然后我们点击这里边有一个安装，就可以把这个成功的安装好了之后呢，安装完成之后，我们需要添加一个传感器，点这个 Information， 然后呢 Information 里面呢会给我们一些教程，如何去安装和配置这个东西。我们往下拉，它有一个演示的图，它这个图呢，大家看这个蓝色的，这个就是一个路由器，它的作用呢就是扩展无线信号的。然后我们往下看，首先呢我们要在这个 configuration.yaml 里面创建一个传感器。这个传感器呢我们就是把这个复制下来就可以了。把这个复制下来，我们回到 configurator 里边呢，我们去创建这个传感器。大家看这一段呢就是我刚才创建的那个传感器。创建完之后呢，我们点这个保存，存好之后，我们看下一步了。下一步就是进入到界面的位置来配置这个 Zigbee to MQTT 卡片了。然后我们点概览，
我们还是先回到这个 HACS，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 front end， 我们还点这个 information， 然后大家看，刚才我们创建完这个 sensor 之后呢，记得一定要重启一下 Home Assistant 才会生效。然后我们看这边有一个 views， 我们找到这个 views 之后呢 ，views 下面的东西全都复制下来。我们把 views 下面全都复制下来，然后回到首页，然后我们点击右上角配置 UI， 然后我们点击打开这个原始配置编辑器。原始配置编辑器呢，我们找到这个 views， 这个 views 下面呢会有很多个 card。好，那我呢重新给大家演示一遍这个 views 下面的这些东西哈。我们先把刚才之前添加的都删掉，这 views 里边的都删掉，点一下保存。保存之后呢，我们回来看，刚才那个 ZigBee 的就没有了， ZigBee 的卡片就没有了。然后我们配置这个原始配置器，配置这个 UI， 然后我们到 Views 里把刚才的东西呢粘贴进来。粘贴进来，第一件事就是把注释全都删掉，否则你会报错。注释呢就是这种颜色的字都叫注释，井号后面全是注释。注意啊，这个YAML文件是用空格对齐的，大家一定不要用 Tab 键。去掉注释之后，我们点一下保存，它会报错。那我们把缩进可能不对，我们试一下。好，现在呢正常保存了，因为刚才这边 title 这边缩进是不对的。YAML 呢也是缩进敏感的，缩进一定记得用空格。我们点击关闭，大家看。它就多出一个卡片，这个酷炫的呢 ZigBee 地图就出来了，而且呢它还是可以拖拽的，非常有意思，还比较有弹性的样子。这个箭头的位置，这个82代表信号强度，终端设备和协调器之间的信号强度，这个值越大信号越弱。好了，那本期节目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一定记得订阅、转发、点赞，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